一睇到聯儲局嘅資產負債表，冇錯，我諗大家都會知道，今日我會想同大家講講黃金。傳統嘅智慧呢，就係當嗰個貨幣供應增加嘅時候呢，我哋就需要買黃金嚟去避險或者保值，因為我哋覺得呢，黃金係經歷喺幾千年歷史裏邊呢，都能夠維持呢佢個購買力嘅一個貨幣嘅象徵。其實早喺以前呢，其實大概19世紀嘅時候呢，就已經有一個叫做金本位制度，去 back up 翻我哋唔同嘅所謂嘅呢個主權信用貨幣。咁分析面對無限 QE 呢個情況之下，我哋係咪應該買黃金之前呢，想同大家回顧一下黃金一啲少少嘅歷史。早喺埃及法老嘅年代呢，當時法老王已經用黃金作為裝飾同埋陪葬嘅禮品，而去到今日啊，好多唔同嘅民族啦、種族呢，都仲會以黃金作為我哋嘅飾物啊、嫁娶啊，又或者係一啲嘅貴重物品嘅一啲嘅裝飾同埋原材料。換言之，黃金喺人類歷史裏邊一路都有住一種神秘嘅魔力，佢閃閃生輝發亮嘅背後，令到我哋認為佢係一種非常之有價值、罕有而珍貴嘅東西。其實早喺19世紀嘅時候，當美元尚未崛起成為全球通貨之時呢，我哋所推行嘅就係一種金本位嘅制度，大家所相信嘅就係黃金背後嘅價值。當然啦，嚟到21世紀嘅今日，除咗黃金之外呢，美元仲會接受更加多唔同嘅挑戰者嘅挑戰，例如最新科技引入嘅呢個區塊鏈技術，所有嘅虛擬貨幣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建立全球秩序，世界接受美元作為全球通貨。時至今日，無論係國際貿易之間嘅往來，又或者央行嘅外匯儲備，當中有65%都係以美元作為一個計價嘅單位。可以話美元已經係滲透去到全球75億人每個人嘅生活當中。今次嘅無限量寬會唔會再一次損害美元嘅價值？作為投資者，我哋係咪應該要買入黃金等待升值呢？今集同大家一一拆解。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哋頻道嘅話，我哋係邊個？一個由最宏觀嘅角度，由高空三萬尺去睇世界，為你分析政治、經濟同埋投資方向嘅頻道。好啦，翻返嚟聯儲局嘅資產負債表，我哋見到喺最近幾個月咧，疫情之後咧，聯儲局推出咗幾輪叫做嘅唔同嘅量化寬鬆，當中咧就有一啲好新穎、好新穎嘅，同以前唔同，唔係淨係買美國嘅國債，亦都唔係淨係再買呢一個兩房債，即係講緊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而係咧買入咗好多大家所講嘅，甚至乎係一啲叫做高息嘅債券或者叫做垃圾債券。不過今次咧，我哋就唔係同大家去睇聯儲局詳細嘅資產負債表嘅組成，而我哋可以睇到咧，今次喺短短2個月之內，聯儲局嘅 balance sheet 咧已經係上升咗2萬億以上嘅規模，比起08年金融海嘯之後嘅第一、第二、第三輪嘅量化寬鬆咧，個速度快，而且係量咧仲要係高嘅。嗱，呢個時候投資者就會諗啦，哇！突然之間印咁多銀紙喎，或者咁多錢 flow 出去嘅市場上邊喎，咁貨幣當然就會貶值。呢個時候我哋就應該去投資黃金。情況就好似08年之後啦，大家見到黃金嘅價格咧係大升嘅，大概由呢個800美元左右啦，就上升去到1700至1800美元之間。咁當年嘅升幅都幾可觀嘅，有接近1倍以上啦。咁今次如果個量化寬鬆嘅規模呢，哇，仲係咁大咁急嘅時候呢，咁我哋又見到黃金又有另外一個升勢出嚟咯。咁啊，由之前早幾個月大概係1300美元左右啦，而家去到已經係1700美元㗎啦。坊間亦都有唔同好多嘅分析啦，去同大家講話，而家係應該要買黃金啦，大長金，大長金，我哋成日都聽係咪？不過喺呢個時候咧，想 remind 翻大家一樣嘢，我哋如果話覺得喺量寬嘅時候應該要買黃金，就係覺得個貨幣貶值，因為大規模咁樣有好多新增嘅貨幣去供應去到個市場嘅時候，我哋就要真真正正睇下，我哋日常生活嘅其實個 M2 即係講緊 money supply 真正最 broad 嘅 money supply 會唔會因為量化寬鬆而影響得到呢？嗱，我哋一齊睇睇個歷史。正正就係因為經濟唔好，我哋冇再創造一啲新增嘅信用，從而令到個貨幣增長停滯咧，所以聯儲局先至需要去減息同埋量寬嘅啫。換言之咧，量寬咧係將個央行嘅資產負債表膨脹，但係並不代表會直接去到注資去到市場。換言之，量化寬鬆或者減息本身就係因為貨幣供應增長乏力而衍生出嚟一個嘅貨幣政策。由呢一幅圖表裏邊，大家就可以睇到啦。無論央行嘅資產負債表係點樣去膨脹，其實嗰個市場上面嘅真真正正嘅貨幣供應呢，都係維持住一個比較平穩嘅上升。
好啦，睇完央行嘅資產負債表規模同埋呢個貨幣供應之間嘅關係之後呢，我哋又睇睇呢一個黃金同埋貨幣供應之間嘅關係啦。好多時候呢，我哋傳統嘅智慧認為，當更加多嘅貨幣供應去追逐同一個 quantity 嘅貨物嘅時候呢，嗰個價格就會上升。咁但係如果我哋重溫一啲比較長少少嘅歷史，當喺美元嘅貨幣供應持續上升嘅時候呢，其實黃金係有唔少嘅時間呢，係不但冇呈現個上升趨勢之餘呢，仲調翻轉頭下跌。喺2013去到2018年呢，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啦。嗱，呢個時候我哋又再同大家睇睇貨幣供應同其他商品之間嘅價格嘅關係啊。最近呢，其實呢，我哋見得到呢個石油價格大跌，同一時間呢，美元嘅貨幣供應仍然都喺上升之中啊。咁我哋睇到呢，其實綜合嚟講呢，美國嘅物價指數呢係大跌咗，都有成2-3個百分點嘅，即係講緊按月嚟講。咁所以換言之呢，其實貨幣供應上升代唔代表話一定會係一個物價嘅上行，又或者係代表即係呢一個貨幣咧係從此不再值錢呢？咁呢樣嘢其實本身兩者之間咧就並不存在一個必然嘅關係。嗱，要清楚少少咁去講嘅話咧，我哋可以睇一啲比較長少嘅歷史。隨住美國嘅經濟發展，我哋見到咧佢哋所承造嘅一啲嘅信用，即係話換言之，美元嘅貨幣供應咧係持續上升嘅。亦都隨住個經濟發展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個物價指數咧都係同一時間上升。咁好似兩者之間有一個因果關係咁樣，但係我會用另一個説法，就係兩者係一個共存嘅關係，而唔係一個因果嘅關係。嗱，貼地少少講講多錢同埋物價之間嘅關係啊。如果你係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有錢嘅有錢人，你諗下一樣嘢就係，你會唔會或者為什麼因為多錢而要花多啲錢出去買嘢呢？其實你都會仍然因應個 market price 嚟去消費，唔會話因為我好鬼多錢而我咧就好啦，我明明呢樣嘢你買100蚊嘅標價，跟住我俾佢1000蚊你去買，係唔會存在呢樣嘢㗎。好啦，最後我哋翻去到原有關於量化寬鬆同埋黃金價格之間嘅關係。我哋見到兩次嘅，即係講緊喺08年之後執行 QE，同埋最近呢聯儲局執行 QE 嘅時候，我哋都見到我哋真正見到黃金價格咧喺度上升緊，係咪？我喺度重申一次。黃金咧，如果佢要有一個可觀嘅價格嘅升幅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大家對於信用貨幣系統嘅信心出現動搖或者危機嘅時候咧，黃金就自然就會升值㗎啦。而當美國聯儲局執行量化寬鬆嘅時候，市場就正係有呢一種嘅 interpretation， 認為突然之間好多錢供應去到市場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追逐啲貨品，咁令到咧會有大規模嘅通脹，甚至乎係惡性通脹，咁所以大家就買黃金嚟避險。講白一啲，呢種就係一種嘅感覺，因為我哋嘅恐懼同埋貪婪所衍生出嚟嘅投資行為。如果大家唔信，再睇翻頭先幅圖。可以清清楚楚咁話俾大家聽，央行擴張資產負債表唔等於市場嘅貨幣供應不正常地增加。好清楚，好明顯，係咪？跟住第二，貨幣供應增加並不代表物價同時上揚，兩者影響唔係因果關係。再一次話俾大家聽，物價受多方面嘅因素影響。三，貨幣供應上升唔代表黃金價格嘅上升。由2013去到2018年，清楚顯示咗話俾大家聽。但係個問題就係清清楚楚過去幾輪嘅量化寬鬆同埋最近嘅無限 QE， 黃金嘅價格真係大升喎。咁我到底應該買定係唔買先？回歸去到第一版，黃金就係走在恐懼路上嘅依靠。只要大家對個貨幣系統係存在住信心嘅危機，大家希望有份保險，有個保障嘅話呢，黃金嘅價格呢就會跑贏我哋嘅通貨膨脹，或者跑贏嗰個貨幣供應嘅增長。好，最後嘅一個預測，咁仲會唔會發生呢個情況呢？我個人認為係會嘅，但係同一時間我想同大家講就係，並唔會好似08年之後咁樣，黃金會上升1倍，因為經過咗08年 QE 之後幾轉，大家認為會有惡性通貨膨脹，大家認為貨幣會大幅貶值，美元咧會唔再值錢，呢啲咁嘅感覺呢，其實已經不復存在。
所以如果你期望買入黃金之後會好似上次咁大升嘅話呢，我會俾大家聽唔會，同埋記住一樣嘢，當呢種咁樣嘅感覺消失咗之後呢，黃金嘅價格呢又會翻返去地平線之上噶啦。嗱，最後同大家提出一個有趣嘅問題啊！我哋成日會認為黃金可以取代美元，或者 Bitcoin 會取代美元，但喺芸芸咁多種嘅虛擬貨幣、實體貨幣或者貴金屬裏邊，其實大家有冇留意到一個問題呢？所有呢啲咁樣嘅我哋認為嘅代替品，今日都係以美元為一個計價嘅單位。嗱，希望講完今集之後，大家對黃金、Bitcoin 又或者美元嘅屬性，佢哋嘅角色同埋地位有更加清晰嘅了解。如果你有其他嘅意見，歡迎喺留言裏邊咧話俾我哋聽，我哋會盡量簡單作答。下一集再見，平行時空，萬尺高空，正經融通，投資輕鬆。